上一个13 Ultra 的影像测评，我们测试了它1个小时4K 60帧杜比世界，它基本上是没有什么问题的。但是因为是一个演示机的缘故啊，所以我这个素材遗失了，这就很可惜。这次我将再次用我自己的这个13 Ultra 进行录制，来看看它到底能不能成为安卓第一的录像手机。而且上次我们的这个测试不是很全面，这次有了自己的这个手机，那咱们就详细的、全面的把它来测试一下。那我们直接开始，首先就是它的长时间4K 录制，而且我这次还连接了显示器，用它的这个 Type-C 的接口连接显示器来测试它连接显示器的情况下，就是作为一个视频监看嘛，它到底能够录制多久？上次大家不是说我没有说那个测试的温度嘛？这次我是直接把米家的温度计放在前面，大家能够实时的看到环境的一个温度。因为我这边是常州嘛，现在刚好这个天气降温了，这也没有办法，室温就是20度左右。那我们直接开始。现在我先来为大家测试一下 4K 60帧的杜比世界，然后连接了显示器，来看它这样一个监看的模式下，它可以录制多久。好，现在开始。好，现在已经录制了44分钟。虽然这个温度计确实没有办法给一个准确的参考，但我现在手头只有这个啊，所以也就弄一个仅供参考的温度吧。因为我确实试了一下，这个确实不是特别准，但也可以有一个稍微有一个参考吧，作为一个参考的值。而且现在是一个带套的状态啊，就带了它默认的那个保护套。USB-C 的线居然一点温度都没有，这真的是很让我吃惊的。好，现在是1个小时4分钟，我们再次来看一下它带套，然后这样又连接显示器，看一下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温度啊？好像到了40多度就不怎么上升了，刚才是43度多，现在应该已经到了44度了啊，44度。然后我们来看看这个帧率啊，目前来看还是稳定60帧啊。好，大家看啊，现在是录了2个小时12分了。温度似乎最高就维持在44度。好，现在已经录了2个小时3、4分。温度来到了45度。好，这边已经录了3个小时了，我是录不下去了啊，太久了。好，大家看啊，这边那个显示器是在录的，对，显示器是连接的。好，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它这个3个小时的杜比世界的这个4K 60帧，它要多久才可以在相册里面去查看？好，我们现在停止录制。好 ，OK 了。好，现在是直接可以在这个相机里面查看的，啊，它是查看的很流畅的。好，但是要到相册，因为我们实际使用它是要到相册里面嘛。好，我们等一下，看看它要多久。现在是11点19，看它多久可以处理好。好，处理完成了，它就出现了19，大概3分钟。哎，这个速度很可以。好，看一下它有多大。录了3个小时，它是110GB， 杜比世界4K 60帧，而且整个视频没有掉帧啊。事实证明，小米13 Ultra 在录制4K 60帧杜比世界的视频的时候，它这个录制时间真的是很厉害的啊！我是录制了3个小时，然后期间它的温度从20多度一直上升到46度，但是它中间没有任何的这种断录啊这个情况。在本期视频的后面，我会把它放置在 P2，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全部过程。整个3个小时啊，真的是特别的长，我是熬不下去了啊！然后它在连接了显示器的情况下，因为我那台明基它是有一个 PD 充电的一个功能，所以它连接显示器的情况下，它是从90%多的电录制了3个小时，它的电是从90%多
录制到了50%多，这个还是可以的，3个小时啊。所以大家在显示器有这个充电的情况下，它也是可以录制很久的。而且期间我在测试温度的时候，大家也看到了它的那个 Type C 的连接线，它并没有发热的一个情况，我认为这点是很可以的。而且就我肉眼看的话，我在回看的时候，我是没有发现有掉帧的情况的。我在后面来给大家验证一下，就是查看一下它的整个平均帧率的情况。我个人啊，我认为应该就是60帧，稳定的。因为我关闭了相册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功能，那就是自适应帧率。它这个解释就是它会在发热的情况下优先保证视频的录制，而降低它的一个帧率。我是把这一个选项给关闭了。这就是那个视频，所以我们来这个检查器里面看一下，它到底有没有掉帧。好，我们可以看到它整个数据大小是 110.34G， 这个比特率是 80.3兆一秒，然后大小是 4K， 位深度10，然后它的刷新率大家注意看是 60.05帧，我觉得是非常可以的啊。就是说它在这个3个小时的录制过程中，它没有掉帧啊。小米这一点可以了。然后我为什么没有去测试无线监看和导演模式呢？因为我只买了13 Ultra， 无线监看据大家说它是需要 Pad 6 Pro 或者 Pad 6，这个我是没有购买的，所以这个无线监看我是测试不了了。这个在报业大佬那期开箱里面，相信很多人应该已经看到了。它据说是无线监看录制的话，可以录制46分钟还是48分钟来着？总体来说也还是可以的。我相信后续的优化会继续延长这一个 4K60的这个录制的一个能力。在主摄的情况下，我们已经知道它的这个录像能力是非常的强的，几乎就是安卓第一。而它还有其他的3颗镜头，并且这个底都是相同的。而据官方说，他们其他的3颗镜头也是有着不错的 4K 60帧的记录的能力。大家在这些评测里面应该都可以看到，这4颗镜头都有着很不错的这个影像能力，在拍照片这方面真的是毋庸置疑，是真的很强，这点应该不用我来说明了。所以我将为大家测试的是其他的3颗镜头在拍摄视频方面，它究竟可以做到什么样的地步？因为我们知道嘛，在上一期的这个影像测评的视频里面，我们已经看到了，其他的3颗镜头如果要录制4K 60帧的话，它就没有杜比世界的一个能力了。而且，这个75毫米的镜头，它这个对焦能力，在上一期视频大家也看到了，就是有那么一些问题。那么这次我将来为大家测试一下，它究竟能做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？其他的3颗镜头在真正的创作过程中，到底可不可以用呢？好，我来为大家详细的测试一下。经过观众的提醒和我自己的一个测试，我发现，如果咱们是使用60帧拍摄的话，它的这个其他镜头的这个对焦的能力就有那么一点点差啊。我来给大家测试一下，大家就知道了啊。好，就比如说是我现在是切换的3.2倍，现在用的是 1080p 60帧，然后什么万物对焦什么的都没开啊。好，现在是对杯子，我点一下，好，对上了啊。好，后面对不上，它也对不上。现在注意啊，是60帧，我切换到30帧。好，杯子很清晰很快啊。后面的石头也是很清晰很快。是不是？好，我切换到 4K 30帧。同样很清晰很快，很清晰很快。但我切换到60帧，就很奇怪啊，是不是？这个大家应该可以明显的看得出来。我再试一下这个5倍这个4K 60帧，挺快的，这个也挺快的，就还是75毫米的那个焦段，我感觉是有点问题，没有调好的。它这个就并不需要去切换这个60啊。
在120毫米这个焦段，它反而更容易对焦，但是在75这个焦段，它就是很犹豫。但切换到30，它也是非常迅速的，这就很奇怪啊。这个是需要一个及时去改进的一个点。在实际的拍摄情况下，我们难免会用到其他的一个焦段，而13 Ultra 上面它有4个镜头，那么它的这个变焦的体验怎么样呢？在我实际测试的情况下，4K 60帧它是没有办法使用这个光学变焦切换的。这个意思就是说，你没有办法在录制的时候从0.5倍切到1倍，然后再切到3.2倍，再切到5倍，它是不行的。在4K 60帧模式下，它是不行的。在你关闭了杜比世界的情况下，那么你将得到在4K 30帧以下的一个无损变焦的一个体验，看看大家能不能接受这样的一个变焦的效果。首先，大家得先把这个杜比世界，这个开关给关了。然后其实万物追焦它是可以开的，这个无所谓。好，比如说我现在0.5倍是在10，然后我可以切加一点点加，然后到了1倍了，好，到2.7又换镜头了，好，5倍又换镜头了。这个体验我个人觉得是非常 OK 的，我觉得没有任何问题。好，走。但确实，它整一个视频的这个画面，它颜色是有细微差距的，大家应该能看得出来。注意切换了，好，又切换了。现在是4K 30帧的一个体验，但到了4K 现在是开了万物追焦，我把它关了。就比如说，4K 60帧，我现在是1倍。如果我这个时候要变焦的话，那就只能是这种纯数码变焦了。这个是1倍放大到6倍的一个效果。然后这个到了1，也就是到了顶了。但是4K 60帧它是没有办法使用这个物理镜头进行这个光学的切换的，这是没有办法的。那4K 60是没有办法的。但是如果是1080p 60，那你得到的依然是可以物理切换的一个画面。我个人觉得这是一个还可以的，可以接受。虽然我不一定会用，但我相信有人需要用的话，1080p 60帧它可以进行0.5倍到15倍的这样一个切换，我觉得是可以的。就这个画面来说，我待会儿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实际的画面啊。然后我可以切加一点点加，好，到了1倍了，好，到2.7又换镜头了，好，5倍又换镜头了。这个体验我个人觉得是非常 OK 的，我觉得没有任何问题。好，走。但确实它整一个视频的这个画面，它颜色是有细微差距的，大家应该能看得出来。注意切换了，好，又切换了。不过大家也看到了，这个是需要付出代价的，代价就是你的帧率必须在30帧，4K 的话是在30帧，但是1080p 它可以来到60帧，这也是一个小小的可以欣慰的点。而这次的专业模式不仅在拍照的情况下，它这个界面进行了优化。我个人认为，它在这个录像的情况下，它也这些功能也变得，也进行了个优化，然后变得更加好用了。确确实实是用了点心去做这个东西的。我个人觉得是很不错的啊，常见的这些东西都可以调整。然后这个白平衡，它这边都是做了这种圆环的这个设计，我觉得是很不错的。我个人觉得它是一个很直观的，然后它的参考线、音频图、直方图这些都是可以调整的，我觉得是很不错的。然后分值对焦也是 OK 的。但是，假如说你要使用它的这个滤镜了，
那它就会变到1080P 了，它4K 60帧就不能用了。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比较离谱的点啊，而且只能1080P 30帧。就比如说，如果我真要使用专业模式里面的滤镜的话，对于这种高质量的拍摄来说，那就是无缘了啊。我个人觉得是有那么一点点小小的遗憾的。用这颗多肉来给大家做一下演示啊，比如说专业模式这些界面大家都应该都知道啊，就都换成了这种圆环的，我个人是非常喜欢的。就比如说我要使用这边的一个滤镜，这个徕卡星焰，它标到了1080P 30帧，然后在录像的模式下也是同样的。接下来我将使用13 Ultra 拍摄一个产品的讲解视频，大家来看一下实际的一个效果怎么样。大家在日常生活中一定会需要一款包，而光影行星的这款宙斯机能双肩背包或许就是你的菜。它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软，背在身上很舒服，外观也非常不错，拉链都有延长绳，锁扣也是金属的，背在身上不管是工作还是休闲都非常百搭。除了不错的外观，它还超能装，有电脑夹层，还有小网袋，还有超大的行李箱模式，拉开就是一个小的行李箱。第三夹层还有锡箔保温水壶袋，而且还有一个钢丝收纳袋，放个鞋子什么的都不在话下。最外层还有一个大容量的扩容口袋，装篮球、头盔什么的刚刚好。整个背包往上还有反光，保证你的出行安全。而且它还有一套雨衣，在你行动中万一下雨了，就可以直接从包里面拿出来使用，简直方方面面都给你准备到位了，可以很强。如此功能强大的背包，你喜欢不？在日常生活中一定会给你派上大用处。我现在就每天上下班都背它，要运点东西去工作室就非常的方便。那我们继续视频录制，我们大概知道13 Ultra 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了。但是在实际的创作过程中，还有几个非常关键的点，就是视频的传输和回放。因为我之前使用小米的杜比世界拍摄，在传输数据的时候都需要非常久的一个时间啊，因为当时是使用的无线传输嘛，直接用小米互传，但是在传的时候它就要处理一个非常久的时间。现在我们有了这个 USB 3.2，所以我们可以直接用这个硬盘进行传输，这个速度肯定也还是可以的。最后为大家测试一下，但我们难免还是会需要使用这个小米的无线传输。那我们来测试一下它们的这个处理速度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。因为这个视频整体的一个回放，我们在这个3个小时的杜比世界录制里面，我们已经看到了，它其实时间非常短了，现在已经是非常可用了，而且你直接在相册里面就可以立即的查看，这点我是觉得很不错的。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一下，它如果要无线传输的话，它整一个处理的时间需要多久？好，不是杜比世界的视频，它是很快的。这一段是一个杜比世界的视频，同样的，它文件准备现在是07，大家注意，这个是1分钟的杜比世界，我看一下它要准备多久。好，现在已经1分钟过去了，它还没有准备好啊。好，差不多1分钟的杜比世界，它准备了1分钟。它整体的话，它是588兆。好，大家看了我整个13 Ultra 的一个影像的测评，应该对它有一个整体性的了解，包括它的主摄，还有其他的3个镜头，就对于它能够拍摄什么样的视频，能够进行什么样一个帧率的录制，大家应该都了然于胸。而现在可以说你对于它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评价，你觉得它能够成为你创作一个工具吗？就比如说它现在它就是以一个120毫米的一个焦段来对我进行一个拍摄，整一个的视频画质，整一个画面，大家觉得怎么样呢？我个人认为，就目前13 Ultra 的整一个的情况来说，它这个主摄可以说是安卓阵营里面的第一的，就是录像来说啊。但是其他的焦段，我个人认为它还是有比较大的一个这种进步的空间，因为就是这个75毫米，其实我刚才已经使用75毫米拍摄了一段了，然后发现我已经试了1、2遍，它这个对焦，我觉得刚刚好在那个距离是可以对得上的，也不会进行什么虚焦什么的。但是我回去我已经录完了，我才发现，它并没有对上，就是一个很糟糕的事情。本次的13 Ultra 的影像测评，大家应该都已经有所了解了。这一点来说，它确实还有比较大的可进步的空间。所以说它的这个长焦，这个75毫米，它是有那么一点不是那么的可信的，因为它这个对焦是真的说不清楚啊。其他的方面，我觉得它是一款挺好的机器啊。在拍摄方面，它确确实实带领安卓，又迈向了一大步。我相信在未来的1年时间里，安卓厂商应该
对于这个录像这一块的体验，应该也会进行一个追赶，来把小米这一波给超越过去。我个人觉得这是一个非常良好的一个势头，因为目前这个短视频的这个趋势是一个时代的浪潮，手机都在卷影像。不可避免的也会在卷视频，希望大家在本期视频内容里面可以看到别的频道看不到的一个东西。我也是今天真是爆肝了啊！如果对大家有那么一点帮助的话，大家记得关注，然后点赞。如果大家觉得本期视频做的还可以的话，点赞、投币，一键3连，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。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现在是主摄的一个情况，我是在刚才那一段结束之后，我听了一下，我觉得这个声音有那么一点问题。我这个麦克风啊，就是我刚才使用相机拍摄的时候使用的那个麦克风。我个人觉得麦克风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，但是我感觉可能是小米13 Ultra 这个声音处理的可能会有点问题，我感觉它好像人为的进行了一些降噪。我可以给大家听一下这个效果。顺带也给大家看一下它主摄的拍摄的一个画面是一个什么样的效果。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